最后今天影片最后这个结尾讲回来，就是说，那所以说是不是这样？我今天持这个咒，我要发财我就持准提咒，好，我要开悟我就持楞严咒，就是有一种所求的心态，是不是这样的？其实不是啊。好，这边讲到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我到底要用什么样的一个心啊，好，来持诵这些咒。因为这个心会关乎于我们到底能不能够在这个咒语之中啊，我可以获得大利益。有没有人吃了很久很久？有很多人是这样，他吃了一个咒，吃了很久，很长一段时间都在吃这个咒，但是他好像一直都没有觉得他的生活有什么改变，或者他没有觉得他获得了什么。这个又有可能的，为什么？因为我们的心用错了。什么意思？也就是你想啊，为什么今天我持了这个咒，佛菩萨就一定要给你钱呢？为什么？对，为他又不是你爸，对不对？爸给我钱，他就给你钱；对，念他的名字，他就给你钱，这样子。那佛菩萨为什么啊？我今天念他这个咒，他就要给我钱；我念他这个咒，他就要让我的爱一直复苏。为什么？所以其实如果我们有一种很头脑式的、很有条件式的，觉得就像我们去庙里面，你供个橘子。对，供个苹果，然后就希望拜托保佑我今年发大财。各位，你想一下合理吗？对，你今天去拜访你的客户，拿2颗橘子给他，就说你要让我今年对订单全部都要给我啊，我今年要发大财。各位，这个看似是不太对等的关系。所以这个不是这样的。也就是呢，我们必须理解，更透彻的理解到底这个持这咒本身啊，为什么佛菩萨他要把他累积的功德最后化为一句咒。让我们可以持了之后，可以获得很多很多的利益。因为这有一个很大的原则贯穿，也就是呢，所有的佛菩萨虽然他都在不同的层面去修行，然后而化为可以也许财富的增多，也许让你增长你的慈悲心，慈悲心不同的面向，但它只有一个准则跟一个原则，也就是佛菩萨最终希望的就是我们能够走上。也就是说，佛法讲延续你的法身慧命啦。也就是你要让你这个生命这一生能觉醒啦，否则我们就是不断的去轮回。这个可以去看我上一集好几支的影片有讲到，我们生命如果没有觉醒，那始终就是一直在轮回里面。所以所有的佛菩萨都只有一个目的，菩萨只有一个目的，就是要让我们终结我们的轮回啊。讲白了就是这个，要让我们这一生能够觉醒。所以当然，他们的所有的咒语也好，让我们这一生人生可以更顺利也好，让你财富变更多也好，让你这个生活更顺遂也好，这都前行的。但它只有一个目的，当你这么得到了、做到了的时候，我们可以有足够的资粮，你可以走上这一生能够觉醒的道路，可以开悟的道路。否则你这生资粮再多，福报再多，赚的钱再多，最后又轮回了，人走了死了，拜拜，然后下一辈子又再来了，又再轮回了，没有意义啊。所以这是佛菩萨的慈悲，他让我们不管也许迟了，我暂时这个钱财可能增多了，对，我的慈悲心可能变大了。其实最终的目的都是要让我们能够在一个更顺遂的条件之中，更丰富的资粮里面，我们可以更顺利的走上各位的扬升觉醒的道路而终结我们的轮回。这就是最主要的目的了。所以否则为什么他要把他的整个功的修成化成一句咒语，让我们现在几千年过后，我们还可以持诵了，去得到他的这个利益啊，对不对？否则我们就自己过我们自己的日子就好了。你苦，我们就是也就苦了，或者人生不顺遂也就不顺遂了。为何有一句咒可以让我持了，我的人生可以更好？所以主要是这样的所以当我们可以理解当我们可以明白这个咒语从哪里来的，它为什么会来？那再来就是我要用什么样的心去持诵这样的咒。所以如果我们能够，当然佛法讲叫什么发菩提心嘛，或者你可以用就是这个无我无私的这样的状态，你会发现你越有一个条件说那种头脑干预，你越有条件说我今天就是想要发财，对，佛菩萨保佑我发财，然后我来持这个咒，那种感觉那个效益就是大打折扣。很奇怪因为我们有一个很大的就是一个贪求在那里，我想要得到什么，所以你其实所做的一切是为了自己，所做的一切是为了自己的时候，这其实跟佛菩萨的这个发愿是，就是他们的发愿是背道而驰的，对，他绝对不是只为了某些人或某几个人去做这件事情，所以当我可以放下这个自我的时候，
也就是我这件事情不一定是只为了自我，或者说我也许为了自己，但我可能也同时为了更多人。好，这时候各位，这心量是不一样的。以这宇宙来讲，你给出什么就得到什么。所以当我们只为了自己来做一件事情，跟我发想是更多的人，然后我来做这件事情，那心量是不同的。对，我今天就想赚钱，我就温饱就好，我就是顾我自己。跟我今天发一个很大的一种心愿，我想要帮助这个台北市的谁谁谁呢？某些很贫困的人，各位这心量是不同的。好，所以当你以这样的心量来持这个咒的时候，当然那力度也是不一样的。甚至你是以整个世界好了，好，希望帮助整个世界，帮助整个地球，好，那个力道又是完全不一样的。好，所以虽然持这些咒，好，持咒它有很多的功德利益。对，但是呢，我们怎么样可以做到？我不求这些我不是为了求这些功德利益才来做我个人私欲的一种持咒的行为，好，而是我把我内在的心，我在持这个咒，同步我就要跟这个咒同频了嘛。它就是慈悲心，就是一种无我的无私的状态。那因为它无私，所以它可以获得很丰富。人是这样嘛，越无私它越丰富，越有私越自私，它可以得到的就很有限嘛。所以它无私的那种状态，所以它很丰富，佛菩萨都很丰富。那我们也放下那个自私的状态，而无私的状态，那跟他的大悲咒可不可以同频共振？好，无私的状态来持这种咒，那当然可以获得是所以海量很巨量的嘛。是这样子。好，所以用什么样的心？所以这时候绝对不是说，对，又回到，但我到底你说可不可以增上我的业绩？当然，以咒本身，佛菩萨的发愿本身，当然会希望让我们可以见识的越来越安乐。好，但是如果以我们的私欲这么强大，那当然我所持的这个咒，每一字一句原本它都正能量的，被我们的私欲所熏染之后，对，即使它很大的正能量，我们的私欲都就是盖在前面的，对，想到的都是自己的时候，会很难跟佛菩萨这种非常无我博爱的这种能量同频共振，那当然很难得到他的一种强大的正能量的祝福啊。好，所以更重要的就是我们怎么样在这个修行的过程，这个持咒的过程，不管同步的安住我自己的杂乱的念头，而也同时透过佛菩萨的咒，我可以去降服我的思想，我的言语，还有我的行为，让我一致都可以转向到佛菩萨的这个频率里面。那你当然就进入他的一种不管慈悲的世界或智慧的世界，甚至他财富丰富的那种世界境界里面去了。OK， 所以这个是今天跟大家简单的用我的心得跟大家分享，到底在这过程中持咒对我们所带来的好处我为什么要持咒，好不好？所以就问各位，这样听完之后，你觉得持咒会不会增上你的业绩呢？好，欢迎留言可以跟我们分享。好，那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谢谢大家，拜拜。